POTR 这季财报超好的，最近可以买进吗？嗨，我是小胖，你也可以叫我肖邦。大家最期待的 POTR 又来啦！Palantir 这季的财报各方面都优于市场的预期，是时候该买进了吗？如果你想要知道什么价位比较适合买入 POTR， 那就一定要把这集影片看完哦。首先，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POTR 这一季的财务状况。POTR 2024年第二季的营收年成长 27%， 季度环比增长 7%， 从 5.33 亿美元来到了 6.78 亿美元，超过市场预期的 6.53 亿。今年第二季呢 ，POTR 政府部门的收入年成长是 23%， 来到了 3.71 亿美元。其中呢，美国政府部门的收入年成长是 24%， 季成长 8%， 从 2.25 亿美元增长到 2.78 亿美元。政府业务的稳定成长呢，其实就反映出 POTR 在公部门的地位其实是蛮强大的。另一方面来讲，其实这也代表 POTR 在美国国防这一块的利基市场是有一定的护城河的。再来，商业部门的总收入年增长 33%， 达到了 3.07 亿美元。其中呢，美国商业部门的收入来到了 1.59 亿美元，年成长 55%， 季度环比增长 6%。那 POTR 的总客户数量从去年同期的421个客户成长到了现在有593个客户，整整成长了 41%。 然后呢，这一季也比上一季成长了 7%。 好，可见 POTR 一直在持续扩张它客户的量体哦。其中呢，商业客户的数量更是成长了 55%， 从去年的302个客户到现在有467个客户了，比上一季增加了 9%。 美国商业客户数量呢，则是成长了 83%，季度增长了 13%， 达到了295个客户。还有一点蛮值得注意的是啊 POTR 在2024年第二季它就签署了96个高达1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交易哦，其中呢有27笔是超过1000万美元的交易，有33笔是超过500万美元的交易。这就表示 POTR 其实是有能力去吸引到这些高阶客户，并且跟这些高阶客户签署了重大合约，提升了公司整体的业务稳定性。POTR 的营业利润呢，更是已经维持了7个季度的正成长了。最新一季的营业利润呢，来到了 1.05 亿美元，营业利润来到了 16% 哦，是去年同期的10倍，也是史上最高的一季。那 Net Income 净利也来到了 1.34 亿美元，依然维持正成长哦。EPS 也是 0.06， 优于市场的预期。那至于现金流的部分呢，营运现金流是 1.44 亿美元，有 21% 的 margin， 自由现金流是 1.49 亿美元，有 22% 的 margin。 那目前 Palantir 手上大约有40亿美元的现金，而且没有任何的借款债务，所以其实它的财务状况还蛮 OK 的。另外还有一个数据也很重要，叫做 Rule of 40 40原则。这个数据呢，主要是用来评估 SaaS 企业的成长力跟获利能力的。如果数据超过40，表示公司的成长性跟获利能力都很不错。而 POTR 得到的是64，表示 POTR 的成长力跟盈利能力都非常的不错，甚至有进步的趋势。你看最近这5个季度它基本上都是成长的趋势，所以总的来说呢，整体看起来 POTR 的财报各方面表现都是非常的 OK 的。然后最重要的是 POTR 还是保持正成长的趋势。长期有在关注我的观众应该也知道，成长跟进步是我非常在意的点。那当然啦，挑选股票的过程中当然不是只有这一个点要在意，包含像是公司的竞争力、公司的成本控管能力，还有负债的压力等等，这些也是要去考量的点。但是碍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不可能一一跟你把这些东西全部说明清楚，所以我特别额外录了一支41分钟的影片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资讯栏里面的连结去索取这支影片，学习更多的细节哦。那至于未来展望的部分呢， Palantir 则是预计下一季的营收会来到 6.97 亿到 7.01 亿美元，营业利润呢预计会来到 2.33 亿到 2.37 亿美元，也是优于市场预期的哦。然后 POTR 也把2024一整年度的预期收益上调到了 27.42 亿到 27.5 亿美元，之前预估的收益是 26.77 亿到 26.89 亿美元。不管是今年第二季的实际表现，还是未来的指引， POTR 都给出了超过市场预期的数据，可见 POTR 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进步的更多。在这1-2个礼拜全世界股市这么乱的情况下，能够杀出重围，传出这些好消息，我个人是觉得很欣慰也很振奋啦。至少在 AI 这一块， POTR 还是很争气的给出了好消息。那
那至于法说会的部分呢，这一次法说会我认为有4个蛮值得注意的点哦。第一点是，如同我刚刚提到的POTR 在上一季签署了27笔价值1000万美元以上的交易，而且呢也完成了将近10亿美元的 TCV。第二点是比较重要的客户案例啦，有一家大型北美工业公司呢，在2022年开始跟 POTR 合作，并且呢在2023年合作规模扩大到了500万美元。今年进一步深化这个合作关系，他们把合作规模扩大到2000万美元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案例是有一家美国医院在2021年开始跟 POTR 合作，2022年呢就创造了150万美元的收入，2023年创造了400万美元的收入，今年可能会创造高达1500万美元的收入。那这个案例当然是非常优秀的案例。再来第3点是 POTR 从 AIP 产品线推出了新的产品，叫做 Warspeed。这个 Warspeed 会帮助客户去建造飞机、火车、汽车，甚至是船只。Warspeed 是建立在 AIP 的工业人工智慧上，是现代美国制造作业系统。这个新产品的目的呢，就是要帮助美国工业制造现代化。未来有机会我们再深入来聊聊这个新产品哦。最后第4点，也是我最欣赏的一点， POTR 一直专注在帮助客户从原型阶段跨越到量产的阶段。也就是说呢， POTR 透过 AIP 它可以有效的帮助客户把他们的业务推展到大规模的应用。其实这个是非常惊人的，而且目前已经有超过1025个组织完成了这个 AIP campaign 哦。从法说会的内容呢，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看出 POTR 的业务会持续的增长，而且他们也确实能够帮助客户利用 AI 人工智慧全面解决生产上、经营上跟管理上的所有问题。所以我个人依旧很看好 Palantir。至于现在到底能不能加码 Palantir 呢？到底能不能买 POTR 呢？就长期而言呢，其实我还是非常看好 POTR 的，因为你可以看到它还是一直有在进步嘛，财报表现还是非常的好。不过依照目前股市震荡比较大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暂时不会加码或买入。虽然目前看起来 POTR 财报还是很好，也一直有在进步，但是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会等到趋势再稳定一点再去进场，然后股价在20块、21块或甚至是更低的点，会是比较好的进场价格。对我来说啦，毕竟最近动荡的有一点点厉害，那等稳定一点再慢慢的进场，我认为会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做法。不过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，不代表任何的投资建议哦。那既然提到了最近股市涨幅有一点大，就不得不提到今天这集影片的干爹 Rockflow。Rockflow 最近推出了一个智能持仓保护功能，我觉得非常适合最近的行情。我简单说明一下智能持仓保护功能是什么好了。如果你的持仓数量蛮多的，然后呢你也预期未来的股价可能会有短期的修正，但是长期而言你仍然非常的看好这家公司，所以你不打算卖掉，那这时候你就可以使用这个智能持仓保护功能。又或者是如果你看好某一只股票，你正在加仓，但是呢你担心自己买在高点，那你也可以用这个智能持仓保护功能。简单来说呢，这个智能持仓保护的主要功能就是去保护你现有的仓位，因为智能持仓保护功能呢就是一个保护机制，让你在下跌的过程中尽量减少亏损，或甚至是达到完全不亏损的状态。智能持仓保护功能的底层逻辑，它就是买入看跌期权，所以使用这个功能之前呢，你必须手上要握有一定数量的持仓。举例来说，假设现在你手上拥有100股的 NVIDIA 股票，成本价是110块，你预计近期可能会回调，那你就可以在 Rockflow 上面点击 NVIDIA 股票，然后呢点击智能持仓保护，选择到期日，输入你希望保护的价位，这样子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了。有兴趣的朋友呢，都欢迎使用我的邀请码去注册，然后使用这个功能哦。不过还是要注意，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，建议你在做任何交易之前都要先去评估好风险，毕竟没有人可以为你的损益负责嘛。OK， 那影片的最后呢，我就要来分享一下，近期我开了一个全新的私人投资社群，这个社群将会是全台湾最干净的投资交流群，这不是传统一堆诈骗的 LINE 群或者是 FB 社团，这是一个全新的社群平台。如果你有兴趣在这边跟大家一起交流所有台美股相关的资讯，欢迎你在下面点击连结申请加入群组哦。对，申请的时候要记得放上你的真人大头贴，否则可能不会通过审核哦。这支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要帮我按个赞。那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未来的内容，也要记得来订阅我，并且开小铃铛哦。我们下集影片见，拜拜。